这个赖清德在周末的时候呢，在这个盘史会突然说，核二核三考虑要重启，而且感谢他不讲重启了，他说民进党的非核家园在去年核三厂2号机停止以后就完成了，现在是重新开始，不是重启是一个新的局面那周荣泰就说呢，因为大家说民进党有2个神主牌嘛，一个是台独，一个是反核。对。那周荣泰说反核不是神主牌，什么时候讲是我们神主牌？我就开玩笑，对，好像一个男的跟女的说你是我的女神，然后过2年不喜欢了，你变成神女了完全不同了好吧？那所以他现在不承认，从来不是我们神主牌。以前大家说你神主牌，你从来没有否认过对不对？那民进党赖清德不要出来否认，台独也不是我们神主牌等到人家讲的时候，心里怎么想他都不否认。现在突然觉得不是了，不是我们的神主牌这个周荣泰被谢龙介批评说你这是意识形态绑架台湾，就一个意识形态。在野的时候，当然你可以浪漫，你可以有各种美丽的这个想法，执政后总是要务实嘛那另外呢，这个核电重启要花多少钱？经济部长说要看原厂西屋公司确认老化的状况因为我们4个核电厂不是西屋就是基一了那他们的层次还不一样那另外呢，这个刚刚我看到这个经济部长说了刚传来消息，经济部长说周荣泰这个赖清德说要重启核四，经济部长不知道，事先也没讨论过，就说了你就执行就好了，事先也不跟你讨论。那什么时候可以重启呢？经济部长说没有办法预估，核二核三自主检查起码1年半而且核三可能这刚停的也许还短一点，核二可能长一点那另外呢，中油连2周吸收油价底线在什么地方？经济部长说从源头尽量吸收，意思是呢尽量不要跟消费者吸收了，这个意思了韩国李在明说全国要实施节能运动韩国呢，他现在呢也是这个要重启5座核反应炉那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它原来有26座机组，15座在运转，其他的11座26减15，11座在维修，5座5月就赶快重启韩国也受不了了，赶快重启。菲律宾已经呼吁他们的这个大家不要开摩托车，不要开汽车，坐公共巴士了，已经变成一个这个1年实施1年的这个能源紧急的这个状态那现在原来蔡英文是这个废核嘛，那赖清德现在可能不要追随蔡英文，为什么呢？有人说是因为美国原来拜登基本上还是支持绿能绿电的嘛，川普是根本反对绿电，甚至是骗人的根本也不承认，所以呢，川普是要鼓励核电，而且之前我们谈判这个去美国谈判那个 ART 里面到底搞些什么，买美国什么东西，到现在也没有跟我们讲细节，美国就逼你了所以呢，政商版图要重新洗牌来，秉佑你怎么看？赖清德到底这样有没有算是违背你们的这个原来的党的这个宗旨？党纲就是很多人会说这个譬如说台独党纲啦、反核党纲但是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民进党党纲那时候还有一条是在要降低那个人口的出生率觉得其实那个是一个非常早期的时间定下来的党纲，所以后来不管在执政或在野时期，这些内容我觉得都不能被视为是神主牌，不然你要用同一标准去检视的话，难道民进党现在不是反对这个多生小孩子的吗？我觉得不是了所以我觉得核电的问题，其实如果你要去讲它意识形态，我觉得一直也不是。如果你现在要讲意识形态的话，他那时候就不会用童子贤董事长纳入这个我们的这个顾问的团队里面来检讨这个所谓的核电的这个问题。那只是说因为刚好顺应这个立法院当时去把核管法做了一个修订嘛，这个其实前面都也说得很清楚。做了这个修订之后，已经在法律上为这个事情开了一个铺陈的路。那后面就是开始技术真正进到技术的细节。那真正进到技术细节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实务性的问题开始跑出来，就是说包含我们对油价的压力、电价的压力，那台湾未来的这些发展到底需不需要
核电。这个时候，我觉得才开始进入正式的讨论，那才去说服人民，或者说，包含说这个不同的这个反核方或是永核方来去检讨说，的确有需要的话，这个需求的确存在，那政府自然就要去推动嘛。我觉得如果是讲意识形态的话，那实际上他根本连提都不会提，就直接说这个什么非核家园目的已经达到，我们要持续下去，而不是说达到了我们就算了哈。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全国的人民自己有一个都了解了，就是说时间的改变。包含刚刚这个厂长也提到随着技术的发展，在核能的使用上会有一些不同的做法，所以我还是认为就是说，我们的做法并不是说就是这个是一个神主牌，这个神主牌当然是人家扣在我们头上，但是从来不会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就是抱着这个不会放，永远不会改变。我觉得什么叫神主牌就是用科学数据、用任何安全数据来告知，可是都不听，因为他们就把它摆在那个地方。神主牌是不可侵犯、不可亵渎的。我从2016年进到我们这个立法院，那时候叫做原能会，那还是2级单位。到了我这一次第11届再进来立法院，那个叫原能会，那已经变3级单位，你就可以知道它的整个的位阶。那核管法就是在我们教育文化委员会送出去了。我记得那时候我当召委，光是要排这个案子，民进党在之前就已经开始放话，我一定抗争到底。我还甚至被呼叫，柯这你是冰东郎，你今嘛你核废料坑领导后，你的核三厂你干嘛出来公有清测？类似像这样子，突然之间，这也不过就是这个，不要说是什么往事历历，那没有，那就不在几个月前的事情，还在处理这个状况，怎么突然之间这些当初叫嚣，不断叫我们要站出来讲话，不但要捍卫这个部分，怎么都没有在讲话了？我要开始找人我现在开始找人，当初在呼叫我的，在当初要我跟我们抗争到底的这一群教文跟其他的立委，在立法院3读通过核管法的时候的这些人，怎么一夕之间都不见了？所以我们说的神主牌并不教育，不是是告诉你说你是不可以改变。那的确过去以前就告诉我们，包括我们王厂长在不同的管道当中，不断的告诉我们，不管是核4或是核能，包括我们核工系现在已经完全被清大办已经是转民到什么样的程度去，就不断的信誓旦旦拿出科学的数据来告诉你，国都是一个趋势，但是你以前都不认为这是趋势，所以呢，然后你为了要来做这样的部分，你不断的在燃煤的这个层面，你要火力的发电，对不起，现在已经81.5%了。这已经完全是超标的状况之下面，你不过就是因为运能长期以来都缺了7.多%，你必须要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你必须要重启。可是你重启的时候，你又要开始用很多不同的一个话术。我真的要问你，为了你的错误能源政策，我们高雄的新达港，我们为了新达电厂，为了这件事情里面，我们5部的这个已经燃煤的机组里面，你还要再延役10年呢？你错误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让台中、让高雄，每个人都还是必须要承受这个污染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你今天告诉我，你可以符合世界的趋势，同意，但你要不要对于你过去长期以来你的论述、你的说法，给一次的清楚，而不是在现在目前还用你的这个话语，你不断来这边硬凹？我觉得这是绝不能够被接受的啦。王厂长，因为这个鼓吹应该恢复核电很久了。那你看到赖清德这样讲，你有什么感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只谈核2、核3嘛，那核4理论上是最新的设备嘛，对。那核4到底可不可以重启？到底怎样？我先说我的感受我第一个听到赖总统讲说核3要延役，核2也要延役嘛坦白讲，我当时是吓了一跳但是我已经有这种心理准备了。但是他你讲出来，我吓一跳。那第二个，我很少在 LB 或在写上去笑他，我觉得他你接受已经是不错了，有这种胆量已经不错了而不是在帮他讲话，是说一个人对你去改变他已经是不错了好，那第二件事情就要讲说核4到底，就是说赖清德讲的说2028核3要起来，2030年核2要起来，但是他没有讲到核4。那为什么没有讲到核4呢？因为核3跟核2人都在，就好像一个车子司机也在，维护的人也都在，然后呢，要上来很容易上来。核4呢是维护的人也走掉了运转的人也走掉了，那谁要去负责这个事情？就是说，以电力公司的主管的立场来讲，他要找这负责人还很难所以企业大概都会跟那个价啦，不会跟狮子跳软。对，不会跟这就是说硬的所以但是呢，值不值得？最值得。核是最值得，所以我要跟各位讲说，赖清德讲的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核安可以保障，核废有解，第3个社会共识嘛，就是3个嘛那第一个核安有保障，
我可以这样讲，2024年的时候，有一个总统候选人找了我，私下找了我说，哎，我们他说，假如啊，日本像核试这样设计的时候，就不会发生福岛事件的。我用台湾话跟他讲说，你哪知？伊讲啊，福岛的人大家讲的呀，他去福岛看了，福岛人大家讲的。所以呢，冷却水它太低了啦。对，它因为我们在117米的地方有一个 tank 那个可以把水弄下来，不像日本一样，到最后要接海水或干什么？被水淹埋。对，好，那就是和安至少日本人跟他讲说没有问题嘛第二个，我们的实际的建造，我要跟各位讲，这个是原子炉坐落在一个圆盘上面，这是实际的照片嘛？当时的，对，所以说这是非常棒的。还有第二个是说大家讲的核废有解，各位看到这一个是核市场的这是废料桶的储存仓，它可以储60年都在厂里面，跟环境都没有关系，60年都在厂里面，这已经都建好了。好，第三个要跟各位讲的，很多人都不知道，我特别要讲的这个事情。第一个各位看看这个地方，烟囱旁边这里有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大概实际有多大呢？实际大概一个 tennis court 不是一个 soccer court 足球场，足球场那么大，它挖下去，它这个房间可以放多少？40年之内，1号机跟2号机的 spent fuel 用过的燃料都可以放在里面，所以在40年之内，那个用过的燃料都不要运出去外面，这是最好的设计呀。核1、核2、核3都没有这个，都没有这个。核3都在先在底下嘛，然后再设一个干式储存槽。对这个不是，这个是先在厂房里面存了以后就放到这里来。当时欧盟来看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王厂长，你们盖这么早盖干什么？这个要10几20年以后才要存下去的东西先要在 reactor 旁边放嘛。那我说我们当时有设计图，我们就盖了嘛。我盖得非常好所以呢，安全有保障，核废有解。第三个是社会共识。那社会共识他不给人家去看呢，对不对？他不给人家去看，我怎么有共识？对，没错，对不对？不给人家去看。我们要去参观，他也不给我去。对，不给人家去看。本来要立委要带我去的，他们说立委可以，一听到赵少康要去，不要了，下去。所以说我们现在他要开放给人家去看，我才知道到底好还是不好嘛。好，我把一些照片给大家看一下稍微给他。这个是我们的 cable 拉的情况，10几年来 cable 不会坏，cable 还是一样。我还问过 ，OK， 这个就是 turbine building， 非常的干净，对，非常的干净。王明基去看了以后，他说比很多大医院的手术房都还干净，开刀房都还干净好，这也是电气室都很干净。这个各位都看得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7年了10几年了，10年左右了。这是发电机，就是这个样子。这是发电机，所以这是核能产生的能要去带动发电机啦。对，所以我是觉得说赖总统讲的3件事情我已经讲了。第三个社会共识，他开放给大家去看嘛。看的人不一定说每一个人都是永和，可能有缓和的人你就挑毛病嘛，就给大家去挑嘛。挑了以后大家就有共识嘛。其实用政治人物来参与科技的事情是不对的。因为我在当电厂厂长的时候，我被反的人搞得乱七八糟的时候，有一次中央社去访问我，他说王厂长，你有没有心里的话想要跟大家讲？我当时一愣，我没有套好，我说科技事情应该科技人解决，科技的事情交给政治人物解决的话，我就完了，这国家就真的完了所以当时因为就这样封存嘛所以说科技的事情你就交给科技人解决。既然赖总统已经讲了这句话以后，所有事情就交给科技人去解决。我觉得这样对国家才有意义，好不好？不，基本上就是说，当时因为福岛事件，大家都害怕，说实话，对，因为大家觉得说，好吧，俄罗斯车诺比尔算了，美国三德岛算了，日本人蛮认真的日本人做事很严谨的尤其日本工程师，我跟日本公司接触很多，他们很严谨，日本都发生这种事，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害怕，是真的害怕但是我就说，过了暂时把它停了是可以的，我认为那时候大家都怕嘛。但事情过，日本都恢复了。对，日本因为它这个不用核电后，它的贸易变成逆差。对，日本顺差大国会变成逆差，就知道那能源占的比例有多少，它都已经恢复了嘛。所以当日本都恢复，就算日本是始作俑者，现在刚才想人家恢复，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来检讨一下？
哦，我是觉得说，如果大家不相信核四，不相信王厂长，请国际专家来嘛。对呀国际专家很多啊，大家来啊，对不对？国际什么原子能源总署也可以派人来啊，大家来评估一下嘛。那没话讲了吧？全世界你请过，你花大钱了没有？请到全世界，因为这已经花了3-4千亿了嘛。而且现在盖可能还不止，现在可能不止了。现在我看5-6千亿都盖不起来，都盖不起来。你请了你就花大钱请了全世界一流的专家来评估一下嘛。你现在就把它封在这个地方，而且你核2、核3都能重启了，核4是最先进的机器，最新的机器，为什么摆在那个地方呢？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赖清德因为抛重启核电的议题，反核团体很生气，觉得受到很大的这个背叛跟创伤。去冲民进党党部，就刚刚说要请蔡英文出来选2028，赖清德不要选了，蔡英文出来选，哦，延续非核家园，哦，那蔡英文最近也没讲话，林义雄也没讲话，因为这整个情势是不同的嘛。我一直不认为说反核有什么不对，这个永核什么的，这是个人自己的主张，这没有什么的。哦，那全世界没有一个东西是绝对100%好，100%坏，没有。你火力、绿电、这个风力。哦，这个燃煤，它也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了。哦，核电也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你不是它100%好，100%坏，只是整个世界形势在改变嘛。全世界趋势是这样嘛？臭氧层破洞的问题，地球暖化的问题，燃料的问题。然后你现在台湾现在53%用天然气，卡达那边一打仗，荷姆兹海一封锁，你就没有了。所以你以台湾这么小的地方，两岸还这么紧张，你能源本来就应该多元化嘛。以前可能没有这样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出来了，跟以前状况不同嘛。哦，所以我上讲说。整个形势在变嘛，哦，那赖清德说，去年核3产2号机停转，达到非核家园的目标，可以了，哦，所以呢，我们现在等于重新再来，哦，卢秀燕因为刚到美国去嘛，到美国担心台湾缺电会引发国安问题。我们以前一直想说台海发生问题，台海发生，现在台海没问题，荷尔木兹海峡发生问题，我们都有影响到。那以后是红海发生问题呢？其他全世界5大这个重要的海峡发生问题，那怎么办呢？会不会影响台湾呢？好，讲完廖仲樺说，你总统台说不是神主牌，你要负起能源政策错误的责任。我同意王常常讲的，赖清德愿意改，我也同意他，我也这点我是肯定他的，也不简单，他有承受很大的压力。不管从美国来，从哪里来，不管了啊，或是2032以后台湾不够了等等，不管，但他愿意改，总是一件好事嘛。只是说你总要交代一下吧，你也要对反核团体交代一下吧，你要对以前被你骂的这个永和被你骂个臭头的，对你总是要。你自己想想看，你过去我给他算一下，核1、核2、核3停这几年，因为电费起码损失了2-3千亿，而且你投资绿电投资了8-9千亿，那都是民脂民膏那都不算了，一句话就过了。哦，我们就完成非核家园，就这么解决了。那这一个公司经理都不敢这样，一个家长都不能这样子，你一个总统可以这样就算了吗？哦，好吧。李四川，因为现在核1、核2、核4都在新北，哦，新北民意代表跟郑主任压力是比较大哈，所以呢，李四川说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只要安全能够顾到，他支持核2延役，哦，那另外呢，说中央应该明确说明是不是支持核2恢复原则，你现在也没讲清楚啊，到底怎样啊？哦，经济部长说呢，时空背景不同，这话是同意的，是时空背景是不一样，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不一样的世界了嘛。哦，那另外呢，立委是担心核电重启会不会有人才荒了？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说，核能发电处没有裁撤还在那边呢，核2、核3人还是满编的哦。那绿营人士就说啊，民进党人士啊，绿营人士神主牌变成绊脚石吗？哦，来，厂长你怎么看？就是说，到底核2、核3人现在还是满编的吗？现在退休的人很多了。但是就说满编之下很多退休的，但是新人都不会进去，因为政府把核能当做一种他不需要的能源，所以没有新人，都没有新人进去。但是确实是有人才荒，全世界都有人才荒，台湾的人才荒尤其恐怖。怎么讲人才荒呢？人才就2个事情，一个是专业能力够，第二个工作伦理要可以。核能这个东西这个行业并不是说你懂得就表示你懂得，而且你必须要工作伦理。核能安全文化可以才可以，为什么呢？像切诺比尔就是懂技术，但是工作伦理不对，切诺比尔爆了，是吧？那福岛也是一样懂技术，但是呢，
他谁来做决？监督人来做决定，说要不要灌海水进去，这里工作伦理也不对啊。所以说呢，人才有2个，所以我们核四当时这个训练这个人的时候有2个部分，一个是他的专业能力 discipline 啊，还 discipline 也要重要，因为这个工作伦理没有建立的话，你让他去操作等于零啊。所以我为什么说怎么讲呢？这个人才很重要。那现在如果要再找，你找得到吗？台湾，你清大核工系都改名了。只能说理工的人过来我们训练啦，不一定要核电，不一定要核工的了，不一定要核工的，它里面需要机械各方面的都要。对都要来哈。但是问题就是要及早，因为这个人不是说今天来了以后做2年。要训练多久？我一个主管讲了，说最起码要加上工作伦理的话，最起码5年。最起码要5年，为什么？因为你要开车要守交通规则嘛。他可以 on job training 了，一面做一面做一面教，我们低层慢慢做嘛。外国厂商他们派人过来做教育训练，对，从下面来慢慢做嘛，好起来。那为什么说？所以说啊，为什么核四他们都一直不敢碰核四重启？因为核四重启的人少，人少。那核2跟核3人就是 ready 在那等着。因为原来在运转。对，所以呢，其实这个人才呢，大家必须要考虑，我们如何 keep 这些人才，非常重要。你帮你请回就好了。不，已经年纪大，年纪大不？那你现在这种破格，经验很重啊，这个总是。那他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说，用拼的方式嘛。政府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延长他的退休年纪。对啊，或者约聘嘛，已经退休了就约聘回来就是了嘛。你在核电厂做过？对，我不知道。我之前在业界的公司，它是跟台电合作的民营企业，很大一家，专门我是负责核1跟核4厂。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核1跟核4厂差别在哪里。核1厂我觉得真的非常有趣，我永远记得我在快要离职的时候，我做的那个时候报告跟计划书是什么，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做的是核1厂强化耐震系数计划，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为了核1厂做研议的准备而做的计划书。就在我离职完没有多久之后，我就听我同事讲，突然不做研议评估报告了，改做厨艺评估报告。那之前的钱白花了，反正就给你一个计划，你也白请了。不过对我有薪水拿 ，OK 了。对，我就知道他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嘛，因为我们是合作厂商嘛。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核四为什么我觉得非常值得重启，只要安全各方面都没有疑虑。跟大家报告，核2厂用的是沸水式反应炉，我相信厂长知道。核3厂用的是压水式反应炉，这2个反应炉属于第2代型的反应炉。核4厂用的是进步型沸水式反应炉，属于第3代反应炉。它不管是安全性跟经济性，都比第2代强上非常多啊。所以现在如果赖政府能够让核2跟核3重新启动的话，那我觉得在安全无虞情况之下，核4重新启动绝对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好，来这大哥不好意思，我觉得刚刚大家说愿意给赖总统一个肯定，我觉得在野党都是，因为如果你知道自己的错误，你愿意转弯，但是前提是不要为德不足，因为其实我觉得赖总统他很没道义，他自己转弯，他也不跟后面的人讲一下，后面人摔得七晕八素，现在有人去抗议，那请问一下，民进党要如何收拾你们过去反制、反民主操作出来的这个后果？张景森政委怎么说？他说，请反核团体自己去解决这些缺电的问题，然后去面对南部的空污。请问这个是反核团体应该解决的，还是你执政单位应该要解决的？而且你们面对过去这么多的谣言，你们有没有郑重的来跟这个社会做澄清？比起这些反核团体，他们有自己的目标，有这些理念。请问一下，民进党政府，你们要如何面对你们过去的支持者？请赖清德总统面对你的支持者，诚实的面对人民。过去的错误要反省就反省，要改赶快改，因为核电要重启不是1天2天的事情。来，这个朋友，所有做政治决定的人都是痛苦的。我同意王厂长讲说，好，科技的问题科技解决，但是一个核能这么大的一个议题，它绝对不是只有科技问题，它还牵涉到整个，包含像刚刚讲的核1、核2。核四通通在我们新北市啊，每一个问到这个问题的人，谁没有压力？在我们新北市过程当中，跟中央诉讼这么久，哪一个议员会说啊，我们支持市长的做法，或是到中央去说我们支持总统的做法？事实上是在当地的，如果你有当地的生意的时候，你都是为难的嘛。好，所以你要去讲说怎么回头去看这些事情。我认为做政治做的决定，你就是承担，所有的骂名都没关系，但是决定了就是执行而已。不，有一点我还是好奇啦，就是说去年8月公投的时候，赖清德还出来反对哦。不可以不可以支持核电，那也不过就是7个月时间，什么让他做这么多改变？你说没有电，不是现在才知道嘛？黄仁勋什么早就跟他讲了，对不对？
早就说这个将来 AI 用很多电，那个是数字都算得出来，你台湾可以发多少电，绿能可以发多少，都算得出来，不是现在才知道，为什么突然？哦，假如说是被美国逼的，我觉得就没有意思了。让他自己觉得说台湾的确需要。哦，如果说因为美国川普那个刀压这个架在你头上，我觉得这没有意思。那当然了，你可以讲说以前总统，譬如卓日死，以后总统譬如金日成都可以，但是对于花这么多的公帑，然后呢，这个花这么多的这个其他的电费增加这么多，绿电可能4、5块、5、6块，哦，核电可能1块多，你就要有一个态度表示，你不能说去年核3、2号机停了，已经完成非核家园了，那都不是以前就死了，现在是重新的，这你民进党人都接受不了这个话。反核团体平常印象我是很尊敬他们的，他有他的理念，不管怎么样，不管怎样，对吧？他有他的理念了，全世界都有反核团体啦。你以为日本没有啊？你以为德国没有啊？德国更强，绿党更强，那没有关系。但你当了国家领导，你主管整个，你就要从各方面来考虑嘛。你不能只听一方面之言，你要做一个正确的决策，一定是这样子。技术官僚或者这个民间团体只是给你不同的建议或不同的主张，你自己要做决定嘛。我最后请教王站长，他那个当时那个燃料棒集都卖掉了，对不对？那再买回来，他没有卖掉，只是异地储存，放到别的地方去。对，放到美国去，放到南卡啊，南卡，不是北卡。那到时候要回来都应该可以要回来，应该可以再买回来。但是呢，这个来来回回就花了很多钱嘛。啊，你有没有补充？我是刚才补充一下那个博弈讲的事情。你当时到核四去的时候，觉得核四很 easy， 对不对？这是你外人看的。OK， 我们内部，我当厂长，我内部的人，大家心里面，为了要封存这个厂，封存这个工地，大家绞尽脑汁。所以你那时候，因为我们没有运转，我们没有运转，而且我们2号机也不能去施工。所以我们只能在办公室，对不起，这是实在的事情。就核四的2号机，2号机我们是停工，对，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东西做得很好。那现场呢也不能运转，所以你看到说，他们怎么都不动，我们不能动啊，我们心里很苦啊，对不对？我今天补充这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大家都认为说核能缓核的讲，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缓核的这些人曾经进入过核电厂看过吗？林义雄是代表人物，他没有进去过核电厂，甚至于说某些院长、行政院长，他到了贡寮去说核四放燃料下去会爆炸，我就跟他们讲说，怎么会爆炸？哪里会爆炸？他从来没有进到核电厂去看过。曾经有一个媒体人，他跟我讲，他希望在核四厂待1个礼拜，然后他才能了解核能电厂到底在工作什么。我很感动，这一个人。是一个女孩子从美国回来的，她说我这样才能写下真正的核电厂啊。所以说缓核这些人有没有去过？打问号。对，休息一下再回来。